这是一个执着的梦想，不日铿锵，来日方长。这是一个忠诚的信仰，昂首向前，期待远方。为了真理，为幸福奋斗，哪怕再大的风，再高的浪，从不会迷茫，从不彷徨。世界的明天充满阳光，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感受光芒。我看到如此真实，如此美好的未来。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拼尽力量。我知道美好愿望不会辜负了时光。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感受光芒。我看到如此真实，如此美好的未来。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拼尽力量。我知道美好愿望不会辜负了时光。卡尔，我们来看你了。祝贺你，又被国际工人协会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了。马克思先生，你应该当主席的，您是我们协会真正的领袖。还是那句老话，工人协会不能设主席，我也不会当主席，因为协会是各国工人平等互助的国际性组织。在您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协会现在越来越壮大了。去年光伦敦就有12000人加入我们。各国的工人朋友们，国际工人协会终于成立了。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政党组织和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短促的解放之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领悟到这一点，因为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工人运动同时重新活跃起来了。组织工人政党的努力也在同时进行。工人们拥有成功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人数。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朋友们，我们应该团结起来，让吸血的资本家看到我们的力量。1864年10月5日，国际举行临时委员会第1次会议，选举代表各国的委员。连同原已选出的委员，共50人。会议还选出一个由9人组成的起草章程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撰写的协会临时章程。卡尔，又怎么了？看把你气的！美国总统林肯竟然被刺杀了。美国南方的大庄园主还是没有放过林肯。林肯废除奴隶制是历史的进步。看来
历史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用鲜血换来的。你呀，还是先关心下自己的身体吧。我去开门。夫人您好，我叫布赫尔，我是专程来找马克思先生的。啊，那请进吧。尊敬的马克思先生，您好。您是？我是俾斯麦宰相派来的特使，宰相非常欣赏您的才华，让我来邀请您回普鲁士为政府效力。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可是普鲁士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宰相还敢让我去为他工作？只要您用笔杆子支持政府，他们很愿意相信您，并且给您高官厚禄。特使先生，感谢宰相的美意。不过，我的笔杆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听话，我都控制不了它，恐怕无福消受。只要您愿意回去，宰相答应恢复您的普鲁士国籍。与其做御用文人，不如做个世界公民。你请回吧。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军失败，法国皇帝拿破仑3世宣布投降。但是，普鲁士军队仍然大举进攻法国，巴黎爆发革命，在人民的支持下成立了国防政府。1871年，法国国防政府却与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定，放弃抵抗。3月18日，工人坚决反对，举行起义，建立巴黎公社。消息传到伦敦。重大消息！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法国资产阶级背信弃义，出卖了法国人民。法国工人奋起反抗，建立巴黎公社。今天，我们在伦敦举办这一次表达正义的集会，同时还有日内瓦、布鲁塞尔、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也都举行了集会，声援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领导者和管理者都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凌驾社会的官吏。在他们的领导下，巴黎公社成就了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马克思先生，小托马，小朋友长大了呀，现在不能叫你小托马了。最近怎么样？我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那次举行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我还听了您的演讲呢，真的是太棒了。不过您是工人们的领袖，看您太忙，我就没跟您打招呼。小伙子，我们现在是战友了。对了，马克思先生，我想去巴黎。巴黎工人的自我牺牲和勇敢奋斗的精神，真让人震撼。那边现在局势很危险呀。我不怕，我想为法国工人和巴黎公社做点什么。您不是总说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吗？那好吧，好小子，我支持你，去见识一下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我给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主席瓦尔兰写封信，他也是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你去找他，他们会信任你的。真的，太好了！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出卖法国人民的利益，得到了普鲁士的帮助，利用普鲁士放回的法国俘虏，重新组织了军队，镇压巴黎公社。跟上，跟上！敬爱的马克思先生，您好。正如您所说，巴黎公社实在太了不起了。巴黎公社的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都是由选举产生的，武装力量按民主原则组织，所有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我好像就活在马克思先生您在文章中给我们展示过的社会主义里一样。如果说有什么瑕疵的话，
那就是每天早晨政府军都会准时开枪叫我们起床，还有就是不断牺牲的战友。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白白牺牲的。可能会有点痛，你忍着点。鬼叫什么？我还没碰到你的伤口呢。好像是啊。啊！现在你不就是碰了？好疼啊！哎，你干什么去啊？上战场。你可是伤员。你看，一点都不疼。护士小姐，谢谢您。1871年5月，政府军调集13万兵力，大举进攻巴黎公社，超过7万人在作战中相继牺牲。公社仅剩的2万社员进行着最后的抵抗。撤退！撤退！尊敬的马克思先生，您好。现在战斗的形势越来越差了，我们的人越来越少，敌人却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弹好像永远打不完似的。唉，公社缺乏权威的领导集体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大家各自为战。我们在坚守的，也许是最后一个路障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老是想起以前在您家里的日子，燕妮夫人准备的晚饭那么美味。那时候真幸福，真希望再见到您，听您说说您的新成果。趴下！坚持住！不甘心啊！没事的，死亡并不可怕，我们只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理想而已。我不怕死，可是我跟你们不一样，我还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呢。有人来了！一开始，我也在战场上害怕得瑟瑟发抖。那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他的信仰给我力量。他曾经说过：“愿全天下的劳苦大众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大家生活在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新世界。”每个人都能去做自己热爱和擅长的工作，每个人根据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获得报酬。到那个时候，我想去读书，我想当一名教师，像您一样传播正确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现在我必须要紧握枪支，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战。马克思把写给巴黎公社的宣言改成了悼词，即著名的法兰西内战。他在书中精辟地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意义，强调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卡尔，今天感觉怎么样？又吃了一大把药丸，我觉得应该是好些了吧。帮巴黎公社的流亡者筹钱，找住所，找学校，还得找工作，都把你累病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吧，对你的病有好处。按照你的安排，我们已经秘密地把护照都送给了那些被困的流亡者。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我们的共产党宣言要在莱比锡重新出版了。
我正在给他们写一个序言。宣言发表到现在，快25年了。2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说明，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这一点，我们要在序言里向读者说清楚。我们不仅要批判别人，也得进行自我批判。对，宣言里本来也说，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要把这句话写上。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了。我记下了。说完好消息，我这里还有一个坏消息。真不喜欢这非好即坏的庸俗辩证法，赶紧说吧。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皇帝们公开说工人协会是社会动乱的原因，现在已经结成了打击协会的同盟，制定了详细的防范策略。打击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内忧外患呐！协会里还有巴库宁想搞分裂，现在外面的敌人又联合起来了。看来协会也得尽快开会研究应对策略了。要不我们直接约巴库宁谈话吧？不，我要在大会上直接辩倒他。非常感谢各位代表出席这一次海牙代表大会。下面有请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我们的精神领袖马克思发言。这一次召开大会，重中之重是要肃清我们协会当中一些危险的思想。这些危险的思想严重损害了协会的政治纪律。我听说了，有人说我是阴谋家，说我是阴谋家，但是我没有分裂我们的协会吧？马克思，你犯不着指桑骂槐。马克思，我知道你说的是我对你并没有什么不敬，只是我始终认为，只有当个人得到绝对自由时，人性才能获得最完满的实现。要通过暴动立即消灭国家，实现所有个人和团体的绝对自由。而你马克思主张要夺取政权，就是要把我们工人阶级带入没有自由的地狱中去。巴库宁，你这种主张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对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你口口声声说要绝对自由，要搞无政府主义，可是你不是也把克鲁泡特金、沃尔夫、加西亚、罗梅罗这些人组织成小团体了吗？说得好，说得好。你是在监视我吗？没想到鼎鼎大名的马克思先生还会玩这一套，这不是搞白色恐怖吗？大家说是不是啊？在座的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认识，都是普通工人，是每天要工作16小时的人。巴库宁，是工人们看不惯你的所作所为，亲自找到我的。巴库宁，我知道你在搞小团伙，私底下创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是赤裸裸的分裂。不仅如此，你还安排了同盟分子渗透进了协会。你胡说八道！要证据吗？相信在场的人，大部分都对你的行为有所耳闻了。你的所作所为和你鼓吹的无政府主义，不是自相矛盾吗？你的野心真不小。为了我们协会的理想，我愿意冒一次险。我提议将巴库宁和同盟分子开除出协会。同意的代表，请举手。我同意。我赞成。我同意。我赞成。你们，
1872年，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当众揭穿了巴库宁的阴谋，将巴库宁及其同盟分子开除。会议上决定，把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决议写进第一国际的章程。马克思先生，你好，我是大西洋杂志的记者詹姆斯。我们大西洋杂志在美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希望把您的故事写成传记，让更多的人认识您。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但是我更希望你们能把珍贵的版面给到工人。至于我自己，我只是普通的一个人而已。记者先生，你可失策了。马克思先生，我调查到您撰写的《资本论》销量很差，您对此作何评论？《资本论》的热销只是个时间问题，很快人们就会读懂它。我还相信，未来全世界的人都会去读《资本论》。马克思先生，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在您看来，人生的最高法则是什么？斗争。尽管此刻我一无所有，仍要追梦，迎风绝不退后。一旦出发，就必须高谈。我期待破茧的那一天。飞跃，让爱无畏，信念给了我勇气，寻找光明和理。岁月一逝，我只活一次，为了新时代准备，我想要有所作为。挣脱泥潭去飞，不留遗憾去飞。奋斗的人都是幸福的。迎着风儿去飞，带着梦想去飞。勇敢的心，他说输又如何？即便历经了贫穷和病痛，流离失所，失去了挚爱，也被世人不解和冷落。我不要在名利的光环下迷失自我，不忘初心，一往无前，点燃燎原之火。让信仰引领不安的心，这和马克思为民营团结起来革命，这和马克思没有谁能熄灭我的热情，这和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生无真心，这也和马克思。尽管此刻我不被理解，你不懂我热爱的一切。或许我们要就此告别，我期待重逢的那一天。这么多年的辛苦都值了。是时候公开批判他们了。你想看看这一生我最爱的人吗？你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吗？卡尔，我坚持不住了。愿你给了我世俗生活的幸福。